克尔访美与拜登会晤取得重大成果，但是德国在对待中国问题上态度非常坚决。德国为什么不愿意听从美国的意见反对中国？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呢，这个默克尔访问美国之后呢，在一些问题上达到了这个双方的一致，但是呢，在有一些问题上，特别是就是和俄罗斯的关系上和中国的关系上，双方的这种分歧还是非常的明显。因为这次呢，可能是默克尔最后一次访问美国了因为他访问美国之后回去之后，可能国内他就要选出新的党魁、新的领导人了，就默克尔就不再这个担任这种领导职务了。那么这次访问呢，我们看到就是德国和美国尽管在北约的这个就是所担负的这个职能上或者是说在这个价值观上对世界上还有一些地区性的这种认识问题上取得了一致，但是双方呢毕竟已经在对俄的关系上应该是说分歧非常明显。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在对于就是俄罗斯对欧洲的这个安全威胁上这个美德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就是在欧洲的安全问题上，那主要的这个安全威胁来自俄罗斯这是他们的共识。但是呢这种威胁的程度又不是那么大，就是美国认为就是应该是继续的挤压俄罗斯。那么德国认为呢，就是在这个挤压制裁俄罗斯的时候呢，应该就是还有一定的合作。因为你这个挤压不能说是你总是拿这个军舰、飞机到别人的家门口去威胁别人，不是这种程度，而是说维护好自己的安全就可以了。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像这个北溪2号这个工程呢，基本上已经完成了90%了。因为此前呢，美国是坚决反对的，就是说不能让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这个管道就直接到达这个德国就是直接就向德国供应这种天然气不行。因为什么呢？他说万一你这个天然气管道不经过乌克兰了，将来就直接就是经过这个德国好像将来这个万一要是卡住你怎么办？不给你怎么办？但是德国并不是这样认为的，因为这个是符合德国和俄罗斯的这个双边的这个利益的因为这个管道天然气通过来之后，按照国际上的这种市场价格，那么直接俄罗斯可以用这样的价格卖给德国。那德国它是要依靠这种燃料的呀，或者是说要依靠这种能源的呀，所以是双方合作。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等于美国没有卡住德国，就是德国和俄罗斯的合作是继续了。那么这个双方的分歧是比较大的，就是德国仍然坚持要和这个俄罗斯把北溪2号这个工程搞完当时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拜登总统的脸色好像也是非常的尴尬就是因为这个默克尔还是在强调就是他的这个立场和观点。再有一点就是在对华关系上，因为默克尔讲，他说我们在对华关系上只能是说讲这个意识形态，也就是说这个观念就是国家的这个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这个观念上、意识形态上是不一致的。德国和中国它当然不一致，但是他说在做贸易上，他说应该就是和中国继续做贸易。比如说在疫苗的合作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德国它是研制了这个新冠疫苗的因为很有可能它研制新冠疫苗的这个科学家很有可能就因此而得诺贝尔生物奖。因为这个就是应该说抗病毒的这种这个链里面是德国人他研制出来了，所以他才能够研发这种灭活疫苗，就跟我们这个科兴的这个疫苗有些相近的。那
他在这个问题上呢，认为应该和中国合作，因为这是对人类健康的一种贡献啊，而不是像美国这样，就是不使用中国的疫苗，这个要挤压中国，要把这个污名都给扣到中国头上。那在这个问题上，德国认为它和美国的观念是不同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德国的大量的这个工业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产业企业和中国是有密切协作关系，而美国它是要从这方面要卡中国，要遏制中国，要把中国的这些企业从国际市场上给挤出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德国跟美国的观念又是不一样的。他认为在这些问题上应该和中国合作，而不是挤压和打击中国，因为靠挤压和打击中国并不能够把中国的企业给打垮，也并不能够把中国人给压垮。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默克尔和拜登的这个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通过默克尔的这个访美我们既看到了他们在有些问题上，比如说对俄罗斯的这个安全问题的威胁上他们的观点，北约发展的这些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同时也看到他们实际上在对俄和对华的关系上，实际上已经存在着这种分歧，而这种分歧说明美国单方面的推行这种霸权主义这种政策，实际上是不得人心的。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